全網絕大多數觀眾刷到這兩件大事，只會停留在看熱鬧、玩梗、宣洩，同情阿根廷的領土執念，嘲諷法國社會族群撕裂，惋惜咱們國足常年不爭氣。但是大招呀，卻從這兩個事兒裡看出來一個事兒，就是我們今天要深入探討的主題。真的，第一次感覺到美中不足，挺好的。两個事兒，第一，美加墨世界杯半決賽，阿根廷在0-1落後的絕境下逆天翻盤，2-1逆轉英格蘭，挺進決賽。最中場哨響，洛塞爾索從看台接過球迷提前藏好的白布橫幅，梅西、奧塔蒙迪、老塔羅全队簇擁上前，当着全球数十亿直播鏡頭完整展開，西語大字清清楚楚印着馬爾維納斯群島屬於阿根廷，一塊手寫床單，短短一行主權標語，瞬間引爆全球媒體。英阿兩國政府、國際足聯三方大亂鬥，阿根廷民众瘋狂刷屏，稱頌這是刻在骨血裡的民族血性。英國首相府強硬發聲，直言福克蘭群島主權絕對不退讓。國際足聯火速啟動紀律調查，明確賽場嚴禁一切政治標語。阿根廷極有可能面臨高額罰款，甚至主力球員決賽禁赛的重罰。可拋開情緒熱鬧，靜下心細想一句悲涼的實話：橫幅舉得再震撼，吶喊喊得再撕心裂肺，馬島至今仍牢牢掌握在英國手裡。44年前的一場74天慘敗的馬島戰爭，阿根廷幾代人至今無力翻盤。一場球賽的短暫勝利，真能填補領土丟失、國家衰敗的100年遺憾嗎？第二，就在西法半決賽開打之前，西班牙首相拉霍伊直接在專欄文章裡扔下一顆輿論核彈。他先客觀承認法國陣容豪華，2屆世界杯冠軍底蘊，本屆全勝戰績。轉頭輕飄飄一句誅心評價：這支法國隊實力再強，隊裡根本就沒有法國人。人鏡頭一切還給到法國首發的11人，滿眼非裔球員鋪滿屏幕，網友當場玩梗調侃：這哪是世界杯半決賽，分明是非洲杯決賽提前上演。此話一出，整個歐洲政壇直接炸開鍋。西班牙现任首相桑切斯第一時間公開駁斥，痛斥以膚色、血統劃分國民歸屬感是可恥的仇外與種族主義。法共第一書記怒斥言論卑劣，法國內政部長怒不可遏，法國足協主席直接回怼：不需要外國前首相來給本國球員開具國籍證明。法國驻馬德里大使館連夜發布官方聲明，擺清鐵一般事實：26名法國國腳全部擁有完整法國公民身份，23人本土出身，剩余3名海外出身球員同樣合規入籍，法理上全是正统法國人。全網絕大多數觀众刷到這兩件大事，只會停留在看熱鬧、玩梗、宣洩，同情阿根廷的領土執念，嘲諷法國社會族群撕裂，惋惜咱們國足常年不爭氣。但是大招卻從這兩個事兒裡看出來一個事兒，就是我們今天要深入探討的主題。真的，第一次感覺到美中不足，挺好的。我是不爱放大招，歡迎來到老子。先梳理完整歷史脈絡。絕大多數人只聽過馬島戰爭，卻看不懂戰敗背後兩國國力無法逾越的鴻溝。馬爾維納斯群島最早由西班牙管轄，1816年阿根廷獨立，法理上完整繼承群島主權。可1833年，英國直接出動軍隊，武力強占馬島。此後近200年，牢牢掌握實際控制權。阿根廷歷屆政府談判全部碰壁。1982年，阿根廷國內經濟徹底崩盤，軍政府民怨沸騰。為轉移國內尖銳社會矛盾，出動4000海陸空士兵突襲佔領馬島。單方面宣布收復領土主權。彼時執掌英國的正是有着鐵娘子號稱的撒切爾夫人，她沒有絲毫妥協退讓，直接組建跨大西洋萬里奔襲的特混艦隊，僅僅74天就擊潰阿根廷守軍，徹底奪回馬島控制權。這場戰爭以阿根廷全面慘敗落幕。孫子兵法作戰篇講透戰爭底層邏輯：千里饋糧則內外之費，賓客之用，交期之財，車甲之奉，日費千金。久暴失則國用不足。當年阿根廷最大的致命短板就是沒有遠洋海軍投送能力，無完整自主軍工體系。一場局部戰爭直接掏空國庫。戰敗之後連鎖災難接踵而至，獨裁軍政府直接垮台，整個國家民族自信徹底崩塌。
本就脆弱的工農業經濟徹底停滯。直至2026年的今天，阿根廷貧困率突破50%，制造業全面空心化，軍工完全无法自主。米萊上台後基礎民生保障持續縮水，根本沒有任何跟英國再次博弈領土爭端的資本。同一時代，同樣面對撒切爾夫人，同樣是殖民歷史遺留領土問題，中國交出了完全相反的答卷。當年撒切爾打贏馬島戰爭後，意氣風發訪華，妄圖拿着舊不平等條約拿捏香港主權。鄧公寸步不讓，清晰告知對方，主權問題不容談判，沒有任何回旋的餘地。很多觀眾簡單以為是談判口才分出的勝負，實則背後是實打實的硬實力碾壓。馬島遠離英國本土，同樣遠離阿根廷核心國土。阿根廷沒有遠洋作戰能力，而香港緊貼中國大陸。我們擁有完整的工業鏈條，100萬陸軍，完善近海海防體系。英軍絕無可能在中國家門口復刻馬島遠征的劇本。法理上，新界租期到期是硬性紅線。民心之上，香港居民主體皆是華夏兒女，多重優勢疊加。1997年，香港順利回歸。2026年，我們剛剛安穩過完回歸29週年慶典，領土主權穩穩地握在自己的手中。一邊是舉國依靠足球短暫麻醉戰爭傷痛，一邊是埋頭深耕國力，憑實力完整收回失地。40年國運差距一目了然。肯定有觀眾抬槓，阿根廷出過球王馬拉多納，1986年墨西哥世界杯踩着英格蘭打入世紀進球，帶隊拿下世界杯冠軍，一度撫平馬島戰敗的陰霾。怎麼不算民族力量？這倆就是第二個核心的痛點。足球帶來的民族自信完全是轉瞬即逝的泡沫，根本改變不了國家積貧積弱的底層現實。馬拉多納確實短暫撫平國民傷痛，但球場獎杯填補不了產業崩塌、民生凋敝的鴻溝。從1986年到2026，整整40年，阿根廷源源不斷產出世界級球星，多次拿下世界杯冠軍。可歷屆政府跟英國談判馬島主權，永遠被對方一句有本事自己來搶，斷然回絕。更諷刺的是，這群在賽場高舉主權橫幅、吶喊故土回歸的阿根廷球星，幾乎人人手握歐盟護照，職業生涯在歐洲5大聯賽掙得億萬財富，全部資產存放在歐洲，常年定居海外。反觀阿根廷本土千千萬萬少年，從小沒日沒夜的苦練足球，唯一的人生夢想就是登陸歐洲聯賽，徹底逃離這片看不到希望的故土。易經有云，積善之家必有餘慶，積不善之家必有餘殃。一個國家如果只依靠體育狂歡掩蓋工業、軍工、民生全方位短板，不去深耕數十年長遠根基，便是積不善。就算是足球贏10次世界杯，也填補不了國力的巨大鴻溝。我時常腦補一個扎心的畫面，如果就在那場比賽後，英格蘭拉出橫幅，上邊寫着足球可以輸，福克蘭群島永遠屬於英國，全場阿根廷又當如何自處？賽場撕心裂肺的吶喊，在絕對的國力面前不堪一擊。雖然說梅西現在在美國踢球，有着不可否認甚至是保送生的 buff， 但是大家要知道，英國跟美國是個什麼關係？你們覺得梅西跟美國綁在一塊兒牛逼，還是英國跟美國綁在一起更牛逼？所以賽場撕心裂肺的吶喊，在絕對的國力面前不堪一擊。我始終堅信一句話：戰報會說謊，戰線永遠不會。綠茵場的勝負只是娛樂新聞。軍工生產線、科研實驗室、遠洋軍隊、完整產業鏈，才是守護領土主權的核心戰線。真正的民族精神，從來不是賽場落後不放棄的拼搏韌性，而是國家在科技、國防、工業領域持續攻堅克難，有實力在談判桌、真正國土爭端中守住底線，不必依靠一場球賽的勝利尋找虛無的民族存在感。南美諸多國家國民極具體育天賦，賽場之上韌性十足，永不言棄。可一旦落到經濟建設、長期產業規劃、基礎科研深耕，就極度鬆散懈怠，貪圖短期情緒宣洩，缺少數十年如一日沉澱深耕的定力。這恰好跟中國人刻在骨子裡的實幹、隱忍、長遠規劃精神形成鮮明的反差，也是兩種國運走向兩极分化的根源。聊完阿根廷的國運悲歌咱們再把視線轉一轉。西班牙前首相拉霍伊那句“法國隊沒有法國人”，
這件事恰好印證核心道理：单純依靠外來人口堆砌短期的体育優勢，看似赛场无敌，長期只會撕裂社會根基。這也是我不認同盲目複刻歐洲足球模式，不願咱們未來球場黑白混雜的底層思考。2026年7月10號，距離西法半決賽還有數日，西班牙前首相拉霍伊在辯論報刊發專欄文章，先大肆誇讚法國隊2屆世界杯冠軍，本屆全勝的超強實力，隨即拋出誅心論斷，這支強隊裡沒有法國人。短短一句話，直接捅破歐洲社會最不願公開的傷疤。鏡頭掃過法國首發11人，滿眼非洲裔面孔，全球網友集體玩梗調侃，這根本就是非洲杯提前上演了。我們追溯法國隊非裔球員占比極高的根源，這套人口結構是法國殖民歷史與短期移民政策種下的百年苦果。2戰後，法國本土勞動力短缺，百廢待興，主動從西非原殖民地引進海量底層勞工，移民群體集中居住巴黎、馬賽城郊貧民窟，失業率常年居高不下，普通人階層上升通道極度狹窄。對於貧民窟的少年而言，人生只有2條出路：混跡街頭黑幫，或是拼命苦練足球。大名鼎鼎的克萊鳳單親訓練營如同巨型抽水機，源源不斷收割底層非裔少年的頂級運動天賦，包裝成世界級球星，撐起高盧雄雞的賽場榮光。而本土白人中產家庭早就避開高強度對抗、吃苦受累的職業足球，轉向網球、馬術、擊劍等高門檻精英圈層運動。久而久之，法國足球人才庫徹底依賴非洲移民後代，造就如今放眼全是黑色面孔的奇觀。這裡還要點破全網極少提及的50步笑100步的魔幻現實。西班牙站在道德高地痛批法國族群撕裂，自己的後防2大核心拉波爾特、勒諾爾芒，地道的土生土長法國人。這哥倆在本國國家隊無法立足，改換國籍，披上西班牙戰袍，鎮守防線。一邊嘲諷別國依靠移民後裔堆砌陣容，一邊搶奪他國淘汰球員補強自身。歐洲足壇的雙重標準被扒了個一乾二淨。最虛偽的是，歐洲社會對待移民球員的2套評判標準，完美印證《禮記》“愛而知其惡，贈而知其善”的反面教材。球隊拿下世界杯、歐洲杯奪冠，媒體立刻把非裔球員捧為多元融合完美範本，大肆宣傳本國包容開放的大國形象。一旦球队失利呢，球員爆出場外糾紛，輿論風向瞬間反轉，全部指責移民後代缺乏國家歸屬感，叫囂讓他們返回非洲原籍。法國官方法理上奉行共和公民制，只認國籍不認血統，可民間骨子裡從未真正接納移民群體。法國极右翼政客老勒龐數十年反覆抨擊國家隊膚色過重，賽前不願高唱馬賽曲。拉霍伊不過是把歐洲保守派藏在心底的偏見借世界杯公開公之於眾。很多國內網友羨慕法國足球人才源源不斷，鼓吹我們照搬移民大規模規劃模式。這裡我拋出核心反粉觀點：短期看，規劃移民能快速拉升足球成績；長期呢，會帶來族群撕裂、公共資源分配矛盾、本土青年上升空間被擠壓等一系列無解社會難題。咱們完全沒有必要為了區足球成績，犧牲本土穩定的人口結構與社會共識。這就是我開頭所說的美中不足，挺好的。第二層核心邏輯：一個國家的強盛不能建立在外來人口的運動天賦之上，依靠移民堆出的足球冠軍掩蓋不了本土產業空心、底層族群對立的社會裂痕。依靠本土一代代人深耕理工實業穩步崛起，才是可持續無隱患的大國發展道路。說到這兒，肯定有大批觀眾要反駁我：大趙照你這麼說，足球完全沒有價值，所有的孩子都必須放棄踢球，埋頭死讀書嗎？日本青訓如火如荼，咱們常年堅持踢球的中小學生僅剩5000人，90年代還有1萬人，數據持續下滑，難道一點都不可惜嗎？先給所有觀眾吃一顆定心丸，我從來沒有全盤否定足球運動的價值，全民健身、青少年强身健体、豐富的課餘生活無可厚非，尤其是功夫女足，星爷帶給我們的價值觀，球是用來踢的，不是用来贏的。針對這句話，大趙專門出了視頻，大家感興趣可以一步去看。我堅決反對的是舉國本末倒置，把民族自信、國家體面全部壓在職業足球的輸贏之上。
道德經第30章有言：物壯則老，是謂不道，不道早已。如果一個國家舉國狂熱追逐競技體育，把絕大多數資源、輿論、民眾期待全部傾斜足球，便是過度壯盛，极度狂歡後必然走向衰敗。阿根廷就是最好的前車之鑑，全國上下唯足球論，所有人擠破頭踢球，只為逃離故土，無人深耕工業、基礎科研，最終國家积貧積弱。反觀中國過去40年，無數少年放下球場娛樂，深耕數理化、理工科，看似錯失童年玩樂，實則為國家攒下民族復興的堅實根基。說到這兒，整場視頻的內核已然清晰。阿根廷坐擁無數足壇榮光，卻守不住一寸故土馬島。舉國成立體育情緒宣洩，最終國力坍塌，民生凋敝。法國靠着移民天賦堆出無敵強隊，看似綠蔭稱霸，實則族群撕裂，文化割裂，社會雙重標準根深蒂固。繁華外殼之下是百年難以愈合的裂痕。如果為了一項運動的虛假繁榮，為了所謂世界強隊虛名，代價是本土人口的結構失衡，城市風貌走樣，社會共識斷裂，換來滿大街膚色混雜、文化錯位的陌生街景，那這份所謂的體育強大到底意義何在？就像最近全網熱議的上海變身小孟买，無數人吵得沸沸揚揚，有人單純調侃城市風貌，有人盲目崇外，覺得多元洋氣。但透過現象看本質，這和法國隊越黑越強的內核一模一樣。今天我們為了足球成績盲目規劃，無差別敞開人口，明天我們的一線城市就會慢慢復刻歐洲的亂象，看似熱鬧繁華，體育亮眼，實則本土文化被稀釋，人口結構被打亂，社會認同感慢慢消解。法國已經用100年代價告訴全世界，靠外來天賦堆出來的冠軍從來不屬於這個國家，靠本土根基撐起來的強盛才是真正的國泰民安。中庸有一句話：致廣大而盡精微。真正的大國不是每一個項目都拿第一，而是知道什麼最重要，知道什麼時候該取，什麼時候該捨。一個民族最大的智慧從來不是樣樣都贏，而是在關鍵的戰線上一步都不能輸。所以我今天才會說，真的，這是我第一次覺得美中不足其實挺好。因為足球輸了，我們可以明年再踢，但如果一個國家的發展方向走偏，幾十年甚至幾代人都未必能夠追得回来。世界杯終究只有90分鐘，而國運是一場沒有中場哨聲的長跑。我是白飯大招，點讚關注，下期見。